埃及进口霹雳15导弹后，又要引进 FC-31战斗机的生产线，这事儿可能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阿拉伯世界国家之中，埃及从地理位置上看是一个非洲国家，又因为控制着苏伊士运河而财源滚滚，所以埃及空军是阿拉伯国家中一支极为强大的劲旅。而且该国能够在欧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埃及获得先进战机的努力也非常积极，最新引进的机型就包括54架阵风战斗机和5架苏 35E 战斗机。后者由于美国的制裁而没有接收，很可能会转交给伊朗。基于埃及空军的潜在对手是以色列，所以美国根本不可能向埃及出口 F-35隐身战斗机。所以埃及空军未来装备先进隐身战斗机的计划是长期止步不前，还是柳暗花明呢？埃及曾经是中国战斗机和教练机的老客户，但是最近埃及与韩国就出口100架 F-50、FA-50轻型高级教练战斗机达成了协议。这份协议影响到了中国教练机的出口，不过埃及随后又传出来要向中国大批量采购霹雳15空空导弹的消息。很多人因此不理解，不引进中国的战斗机，买了霹雳15怎么用呢？当然也不能排除埃及让中国帮助其改进一批老化的米格29、幻影2000和 F-16战斗机，使之能够配装这些先进的空空导弹，或者将霹雳15配套给阵风战斗机。当然这里面也有复杂的军贸逻辑和技术障碍，并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近日军事媒体战术报告网站报道称，埃及的军工生产部即将与中国沈飞工业集团公司达成协议，采购 FC-31隐身战斗机。这似乎给埃及空军引进霹雳15导弹做了一个更为贴切的解释。这家面向中东和北非地区政府部门的军事网站自称能够为用户提供可信赖的安全与国防情报来源，号称在相关国家的国防和安全部门拥有广泛的线人，因此购买其1年的咨询服务就需要收费$6000。由此推论，我们还不能说这个网站是个野鸡媒体，它的说法或许有其出处。但是埃及真的有可能从中国引进 FC-31战斗机吗？首先从需求的角度看，倒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埃及不可能从美国和欧洲获得隐身战斗机，因为美国不卖，而欧洲呢根本就没有。如果想获得能够压制以色列的 F-35的先进战斗机，唯有从俄罗斯买苏57、苏75，或者从中国引进 FC-31隐身战机。基于俄制隐身战斗机量产计划面临着重重困难，再加上美国出台的制裁俄罗斯武器的出口法案，连苏35都不敢买的埃及，近期内不大可能考虑进口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埃及获得隐身战机的唯一出路就是中国了。而 FC-31是沈飞公司在国际上力推的外贸型号，批量出口自然没问题。其次，从实际上看，现在引进 FC-31也非常合理。该型机在过去是中航工业集团自主投资的产品，现在已经被中国海军航空兵选中成为舰载机。有了国家投资之后，其项目风险已经被排除，所以 FC-31受益于中国政府的投资，是当今全球发展前景最看好的隐身战斗机之一。它也有可能会成为当今除中国的歼20和美国的 F-35之外，唯一能够大批量生产的隐身战机机型。最后，引进 FC-31符合埃及军购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风格，未能选择中国的下一代教练机，而选择中国生产的下一代战斗机。埃及发展与中国这个全球实力第2强的国家的战略互信是非常重要的。另外 FC-31从性能上看也有优势，因为这是一种可以全面压制 F-35的隐身战斗机。对于在阿拉伯国家之中想打造一支强大空军的埃及来说，性能和价格的吸引力也是非常强的。当然，
战斗机的交易从来就不是只看性价比，主要还要看埃及如何判断未来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化。总体而言，埃及从中国引进 FD-31的消息，现在看起来似乎是空穴来风，但是呢，又好像合情合理。我们不能证实这件事的真假，但是完全可以自信地说， FD-31飞机的性价比就是要比 F-35强。中国隐身战斗机出口的时代必将会到来。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